大家好，我是貓盾，今天我們來聊伊露希爾的開局要怎麼玩。首先，每個遊戲開局都很重要的體力，在伊露希爾這裡必須買完。第一天買完體力，剛好就可以到30級，開啟一技之塔，裡面有大量資源可以拿。第一天的進度應該要能打完主線第7章。激活圖鑑可以拿不少戰力，人物總好感度也能提升戰力。記得每天點擊看板娘也是可以拿好感度的。送禮物只送有愛心符號的，然後盡量送能上場的。先集中把好感度拉到10，有抽獎券可以拿。7日任務這裡台服已經改成沒有時間限制的了，但最好還是能每天做完，這樣才能證明你的進度沒有落後，而且也可以最快的把獎勵拿完。競技場第一天也可以買完10次，去拿靠前一點的排行獎勵。劇作是伊露希爾很重要的一環，也是戰力最大的來源之一。劇作其實就是技能套裝，3件一套，主要來源就在區域淨化這裡，玩法就是通關領掛機資源那一套，所以越早打越好。最好在這個模式開啟後，就馬上進去自動掛機打關卡，直到卡關後才出來繼續過主線。前期要把體力消耗掉，避免長期處於在爆滿的狀態。巡演任務這裡有加 EXP 的，先不要領，以免升級後體力又爆了。雖說溢出的體力是會存入動力槽的，但比例只有1半，所以還是不讓它溢出最好。等升級拿了資源，體力不再爆滿後，再回去打區域淨化，這樣又可以走得更遠了。如果打不過，還可以借好友的助戰。區域淨化的掛機獎勵只能儲存12小時，記得不要讓它溢出了。加速的部分可以等晚上才使用，平民只使用星輝來買一次就可以了。劇作的搭配，前期先不用考慮太多，因為你也沒多少選擇，盡量按輸出、坦克和輔助的需要來分配就好。劇作可以放心升級，因為它養的是格子，而不是劇作本身。不管你拆下裝上什麼劇作，等級都是跟着格子跑的。伊露希尔有共鸣系統，你只需要練5個人就可以了。其他候補陣容裡的角色，在人物等級、劇作等級和突破等級上，都會和主演陣容最低的等級同步。唯獨技能等級是不會同步的，要自己練。人物也可以隨便練，因為它有無損還原。但要留意，能無損還原的，只有人物升級、角色屬性突破和劇作突破的資源。技能升級資源是不會返還的，技能就是單獨獨立出來的系統。所以一些前期你確定只是拿來過渡的角色，就不要浪費資源去升級他們的技能了。一開始可以先把2個藍卡換成送的諾諾和路可、克洛亞、伊莎，加上諾諾就能玩控制流派了。這是平民的初期陣容，之後就看你抽出什麼角色，再慢慢換掉。主角團的4個人中，路可是最強的 S2 戰神，他可以直接用到後期。路可是比較特別的存在，他是你最好的小助手。他有3個形態可以自由切換，裡面有其6種流派供你選擇。紅色的路可是燃燒流的輸出，可以配合那幾個燃燒流的祖赤炎流派。如果你的隊伍缺輸出，那就讓路可轉紅色形態來輸出吧。藍色是玩護盾和控制，這個形態一般會比較少用到，因為青色的輔助路可整體技能會比藍色的更好，這是路可最強的形態。後期當你的輸出練起來後，路可就可以專心轉去當輔助了。青色路可以回血、加攻、降攻和加攻速等等，如有必要，它也可以配合玩能量流派。路可的3種形態技能等級都是互通的，可以放心練。其他主角團的角色，伊莎玩的是控制流派，尤菲利亞是能量流派，克洛亞是召喚流派，他們都只是過渡。但前期人手不足，如果他們就是你的主力，如果你有需要他們来幫忙打之後的陣營副本，那就可以去升他們的技能等級。接下來再推薦幾個好用的 S2。第1位是基爾，我認為他是除路可外價值最高的 S2。基爾是最好用的 S2 坦克，同時也是风息队的核心。
基爾加克洛亞就可以組成簡單的風息隊，幫助你去應對青色陣營副本。基爾能給隊友加盾、加風息，同時也能使隊友受到的物理傷害降低和免控。免控就是它最大的價值，可以練起來當對策卡使用，它是值得升技能的。弗利特也是風息队員，如果你的陣營副本真的沒人可用，才考慮養它過渡，不用升技能。第二位推薦的是微推，它應該是 S2 最高的單體輸出了。普攻拐，攻速快，誤攻，暴擊流，值得升技能。另一位阿爾芒是攻防一體的物理拐，一樣是暴擊流，攻速快。它的核心能力是能為自身和敵方都添加法防增加和物防降低的效果，既能加強自身的法防能力，又能加大己方物理傷害的輸出。可以和微推配合組隊。阿尔芒能降低攻擊，提升自身免傷，還能將傷害轉為回血，有一定的坦度。哈索爾，暴擊流，攻速流，對燃燒目標有增傷，一樣有吸血能力。哈索爾的普攻快，能觸發微推的普攻傷害。本來他們3就是可以打紅色陣營副本裡最平民的角色。但台服在大幅度調低普攻傷害後，哈索爾的傷害估計也是沒什麼戲了。就連之前最強的希斯雷特，能力也受到了大幅度削減。哈索爾本來是紅色陣營裡最好用的 S2 中間人，既可加入普攻流，又可加入燃燒流。現在只能作為候補人選了。如果你的紅色陣營沒抽到什麼好用的，就可以考慮上它，不用升技能。第3位施克梅爾，他是 S2 的好用輔助，回血、回魂、免傷，降低敵方奧義傷害，什麼都有一點。回魂的功能算是比較值錢的點。不過因為台服第1天就會送諾諾，所以施克梅爾的地位也是稍稍下降了。不過他畢竟是個 S2，比較好養。在你的諾諾養起來前，他還是有出場機會的。最後是7日籤4選1，本來首選一定是普攻流的加速師蒙德斯鸠，但可惜他的加速能力被削弱了，加上之前對普攻輸出的降低，現在的普攻流已經不如以前那麼超班了。流金有小幅度加強，諾諾和錢哥的提升比較大，現在反而是這2人更有吸引力了。諾諾是回能量，蒙德斯鸠是加速拐，錢哥是免傷奶，流金是反擊坦。如果你不是特別缺其中一個功能的話，我會建議優先拿諾諾，畢竟已經有1隻了，升星快，而且它的能力打傷害排行榜都可以經常用到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